嗨，大家好，我是木头人。在前几部影片，我介绍台湾的10种木头。有同学希望我也介绍一下在台湾比较常见的10种进口材料。以目前的观众如果有比较感兴趣的话题，也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如果觉得这主题很适合来探讨一下，它就有可能成为我的下一部影片的主题。不过这10种木头里面不包含松木跟杉木之类的乡村风家具使用的木料。乡村风家具的选择其实并不多通常都是云杉啊、花旗松啊、南方松这一类的软木料这里我就不多做介绍了这里主要会介绍的就是制作榫卯家具或者实木家具常见的这几种木材那首先我在介绍这10种木材之前，我先说明一下为什么我会选择这10种木材来介绍以台湾我们常见的木料比较常用的可能有20-30种，甚至30-40种都有。那我会选择这10种木材的原因是因为这10种木材都是有 FSC 认证。FSC 是一个森林的监管委员会它并非是一个政府的机关它是非政府非营利的一个组织。只要有通过 FSC 认证的木业产品像是木材、纸张、纤维这种使用树木来制作的产品这些都是包含在 FSC 认证里面。有得到 FSC 认证的话，就代表说这一批木材它是对这个森林对环境是友善的。FSC 认证的条件里面有很多项这里我就不会一一列举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去上方连结去他们的官方网站去看。我在这里我只取一个最重要的一点来说明。FSC 认证最重要一点就是说，这些木材都不是非法砍伐的，大部分的木材都是从人工林出来的。有接受认证的人工林木材都会有非常完整的产销履历，它并不是无限制的去砍伐森林你知道进口到台湾的木材其实有39%是来自马来西亚越南、缅甸还有非洲这些国家的天然林还有热带雨林所以我们在购买这些木材的时候，其实是在伤害别的国家的环境其实我知道很多人都有保护树木、保护森林的概念，可是你在购买家具的时候，你却忽略了这个家具它的木材到底是来自哪里大部分人都只在乎说这家具多便宜或者这个木材有多高级但却忽略了其实我们使用这些木材的时候是在剥削其他的国家它对其他国家的环境造成多大的伤害其实就好像我们在买咖啡豆一样像我在购买咖啡豆的时候，我会稍微注意一下这个咖啡是不是公平贸易的咖啡我们不希望我们购买到咖啡豆是出自血汗劳工这些不良厂商生产出来的咖啡豆或是这个咖啡豆的种植是有害土地的所以说回来我们购买家具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也去想这个木材到底是从哪里来这样我们才不会间接成为了有害环境还有加速气候暖化的帮凶那现在我就来开始介绍这10种木材那现在我会介绍的顺序会从最便宜的一路介绍到最贵的木材首先第一个木材是白杨木白杨木这个木材在美国的东部还有大陆跟欧洲都有大量的种植这种木材它的生长速度非常的快它也是被认定为世界上生长速度最快的木种之一按照常理说生长的速度越快它的组织应该是越稀松嘛可是白杨木其实并不会说像松木啊、杉木的硬度这么软它并不算是一个很软的木头你可以听听看它的声音硬度大概是比南方松再硬一些。白杨木现在一材的价格大概约莫在70块左右它的木材很稳定不太会弯曲，然后弹性也很好你可以看它的木纹它的木纹其实非常清晰大部分的白杨木都是像这种白色的，可是它如果比较靠近树心的话，它中间会是浅绿色，然后有时候也是会出现黑色的条纹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这是我学生最近做出来的板凳你可以看到它的树心是深黑色的然后其次是绿色最外层的还是白色。考虑到它的稳定性，还有它的价格还有它的硬度，其实算一个 CP 值还蛮高的木头。它除了被拿来制作家具的材料也会拿来做成球棒还有纸浆我刚才有提到说这个木材因为生长得非常快所以它是一个高会碳的一个树种木材是会吸收二氧化碳的嘛，这大家都应该知道树木吸收二氧化碳它这个动作我们就称为碳汇高碳汇的意思就是说这种树种它非常会吸收二氧化碳然后把它转化成碳然后锁在这个木材里面所以一个高碳汇的木材也代表它有很高的碳权碳权是可以拿来卖钱的。白杨木它因为它树冠非常大，而且木材本身又非常优质
所以它很适合当做人工林首选的一个种植木材。再来我要介绍的是赤杨木。赤杨的纹理其实跟白杨非常像，它也是有很明显的木纹，然后表面没什么倒孔，表面的倒孔很细，它主要产自于北美洲，只是它的色调跟白杨木不太一样，它比较偏淡红色。木材特性跟白杨木蛮类似的，它也是一个很稳定的木材。硬度也跟白杨木差不多。赤杨我其实了解也不多啦，我比较少用到赤杨木，所以比较没办法跟大家介绍太多。它很适合拿来制作家具还有乐器。它一材的价格以现在来说，大概是一材80-90块。我现在讲的都是以1寸来说，当然越厚的木材是越贵。接下来是三毛榉，三毛榉基本上算是硬木里面最便宜的一个。它一材的价格大约是在70到80之间。三毛榉其实是很多人喜欢的木材。它表面其实有很特殊的斑点，你可以看到它的木头表面上面也有黑色的小点点，密密麻麻的、满满的。有密集恐惧症的人可能会不喜欢。三毛榉大部分都产自于欧洲最常见的就是来自德国的三毛榉。它的材质以我们常见的家具来说，它算是蛮硬的，可以听看它的声音。它的色调是一个很浅的白色。在我常用的木头里面，它跟橙木算是最浅的。如果喜欢比较浅色系的木材的话，非常白的木材就可以考虑三毛榉。那有人可能会想说，为什么这样硬度的木头会这么便宜？因为它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缺点，三毛榉非常的不稳定，它很容易变形，而且容易开裂。所以我们制作的物件如果不够厚的话，你如果没有配合一些榫卯的工法去拉住它的话，它其实是一个不太稳定的木材。如果你家具的设计没有设计得很好，是很容易造成家具损坏的。所以它比较不适合来制作板式家具，因为你把它拼得越宽，它就容易变形嘛。当然也是要看情况啦。你如果有穿带去拉住的话，那也不是不行。你可以看到说，它的纹路其实并不明显。这是一个3型纹的木材嘛。可是它的纹路其实是非常淡的。拿它来跟枫木做比较，你可以很明显看出差别。枫木的纹理就非常清晰，三毛榉其实看不太出来。那我个人来说，我其实很不喜欢三毛榉，这是我个人的偏见啦。其实很多人喜欢这一款木头，大家如果有在关注木头的产品，其实很多文创商品啊，或者是家具都是使用三毛榉制作，因为它的价格很便宜，而且它的硬度又很好。我们只要能克服它容易变形的问题，基本上它算是一个很好的木材。另外三毛榉跟榉木是完全不一样的木头，大家不要把它搞混。榉木我在之前介绍台湾木材的影片里面有讲解，大家想了解可以去看。再来这个是红三毛榉，红三毛榉应该很少人有听过，这个木材比较特别。我拿刚刚的三毛榉过来看，你看得出来它的色差吗？红三毛榉它就是有一点粉红的感觉，木纹、硬度、质感几乎是一模一样，就是颜色的差别而已。其实白三毛榉跟红三毛榉是同一种木头。那为什么有些是红的，有些是白的？其实红三毛榉是因为白三毛榉，它在施材要做干燥的时候，如果在这个木头表面喷上水，然后进去炉子里面蒸，它就转化成这样的浅红色。这个动作在比较专业的说法叫做喷蒸。喷蒸过后，白三毛就会转化成像这样的浅红。红三毛榉的价格跟白三毛榉基本上不会差太多，可能一材差个5块10块。我个人是还蛮喜欢红三毛榉的。大家应该都知道，红色跟黑色的木头都会比较贵。红三毛榉它也算是粉红的嘛，可是它的价格却是很便宜的。所以我个人还蛮喜欢的，因为它 CP 值还蛮高。我可以用很便宜的钱就可以买到一个粉的木头。再来是橙木。橙木在以前有一些老师傅会说专木就是在讲橙木，它又叫做白蜡木，然后在大陆好像称作水曲柳，它是产自于北美。1英寸的话，一材大约是120块左右，它的硬度非常高，算是我今天介绍木头里排行前1、2的。可以听看它的声音。大家可能会觉得，每一块听起来声音都差不多嘛，好像没什么差别。还有一点很有趣，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们听这个木头声音来判断说它的硬度，并不是很准确。同一种木头，我砂磨到100号、400号、1000号、2000、5000，你敲起来的声音其实都不一样。你磨得越细的话，它听起来的声音就越清脆。橙木它的韧性非常好，
有在follow我，应该都知道我有在做工了。沉木就是我蛮常用来做工的材料之一哦，它的弹性好，韧性好哦，很适合拿来制作工。它也常被用来制作滑雪板还有球棒哦，一定是韧性高的木材才有办法制作球棒跟滑雪板这一类的产品。然后沉木它有个很明显的特色哦，就它的导孔非常的深，你可以看到它的秋材的地方。我们肉眼就可以看到它的导管，我们手去摸的话，也可以很明显感觉出来导管凹陷的感觉，还有春材、秋材之间的落差。像这样的木材非常适合使用染剂来染色，因为像秋材这种导管深的地方，它的吸色就会很重，它就很容易吸染剂。春材导管比较少，然后表面比较平滑，它就吃色就比较浅，所以它深浅的感觉就会很重。所以很多在外面市售的家具，你会看很多沉木家具，它不是白色的它有经过染色，染成黑色啊、胡桃色、柚木色，都是使用沉木来做染色。大家下次也可以试试看使用沉木来做染色处理。再来介绍的是枫木。枫木大家应该都非常的熟悉，枫木非常的常见它主要来自北美洲、欧洲还有非洲都有。枫木里面最有名的大概就是加拿大枫了。枫木又分为软枫跟硬枫硬枫大概会比软枫大概再硬个25%左右。枫木是我很喜欢的一款木头因为它的纹路非常的细致，我们肉眼看几乎看不到它上面有任何的导孔，而且它的纹路非常明显表面质感很细致，而且枫木还蛮常出现赏花的还有一些更高级的枫木料像是鸟眼枫或者是虎斑枫水波纹枫在很多比较高级的小提琴或是乐器吉他都可以看到赏花的枫木啊，或是鸟眼枫来当做那些乐器的表面的饰板一般常见的室内装潢的地板也蛮常会见到枫木的然后它也是球棒很常使用的一种木种。枫木一材的价格也其实跟沉木差不多也大概在120左右。木材的稳定度，我觉得基本上还算蛮稳定的一种木种接下来就越来越贵了。接下来介绍的是白橡木白橡木是壳斗科的树种，就是松鼠在吃的那种橡实它跟台湾的青冈栎啊、刺皮啊，这都是属于壳斗科的树种壳斗科的树种有一个很大的特征其实跟刚刚那个沉木很像它就是春秋材很明显然后它的秋材有很明显很深的导孔我们手摸都摸得出来。它的颜色是米色系的，白橡木基本上算是我最喜欢的进口木材，我很喜欢它米色的这种色调，我觉得很耐看。木材的树心都是像这样的米色系的比较靠近树皮的地方是浅白色但是跟这个米色不会差距太多，所以它边材跟新材的对比并不是非常明显。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木头表面有很长条的黑线这是随色线，这是它的一个特色它的随色线很长，好几根头发在上面这样子的感觉。接下来介绍的是它的好朋友红橡木。红橡木跟白橡木就是不同的树种跟刚才的白山毛榉跟红山毛榉不一样这是真的就是两个不同的树种并不是喷针的关系导致它变红。红山毛榉基本上它的纹理啊，还有它的木头特性硬度都跟白橡木差不多。我们要区分的话，基本上就从颜色了红橡木的话就是有点粉红的然后白橡木基本上就是米色系。再一个辨认的方法，我们可以从它的随色线来分辨红橡木它的随色线跟山毛榉很像就是黑色的小点点它比较短，大概长度只有2mm 到3mm 的长度而已我们再来看白橡木的话，它随色线长度会达到3到5公分长这是很明显的差别。以我们人的肉眼来看，就是只有颜色跟随色线可以去区别它们。红橡跟白橡都是家具非常有名的木材，橡木的稳定度基本上我觉得非常的好像我剖成这样子1.5公分的料它也没有什么弯曲，还有它的硬度非常的硬是我今天介绍的这10种木头最硬的。接下来是樱桃木。樱桃木的纹路其实跟胡桃木、枫木非常的像只是它的色系不太一样，它是有点粉红可是它的价位就比那个红山毛榉贵非常多
红杉毛榉一材大概85左右嘛，樱桃木的话接近200块，所以整整贵了1倍多。樱桃木跟我们常见的台湾种植的樱花其实是同科的。樱桃木跟胡桃木因为生长得非常慢，我们大部分市售看到的材料你都可以很明显看到它材料里面含有边材主要就是因为它生长速度比较缓慢一点，所以你真的要取到没有边材的话代表这棵树可能必须要50-60年甚至100年，我们材料上面几乎都会有边材在上面。樱桃木的边材非常容易被虫吃，我想反过来给大家看，这块樱桃木它背面几乎都是边材，它就被天牛给吃了。像这种被天牛吃的木材，我们就只能等它吃爽了想出来了才能把它干掉不然就是要使用药剂使用针头去给它灌注才有办法把它杀掉通常我们都是直接把它去除了，直接把它爆掉。樱桃木算是我所有的木材里面最容易被吃的一款可能是因为它的边材实在太好吃了所以樱桃木的边材我建议都是把它去除了它的耐虫性非常的差再最后一个是胡桃木胡桃木基本上算是 FSC 的木材里最贵的一个我刚刚说过越黑越贵嘛，越红越贵可是它基本上算是黑色系木头里最便宜的一个，1寸的话它一材的价格大概是250左右跟樱桃木一样，它的生长速度缓慢，所以我们取到的材几乎也都会有边材存在像这里这一块就是边材，不过相对于樱桃木它的边材比较不容易被吃，两个相较起来的话还是有点差别当然不能保证它不会被吃的就是比较不会，两个木头放在一起，它会先吃樱桃木它的木材的纹理跟樱桃木、枫木都非常像也是纹理很细致只是它的肉眼其实是看得到它的导管的所以整体质感会比樱桃木稍微再粗一点点但是经过砂磨之后它的表面也是非常的好胡桃木的种类非常的多了，像台湾也是有野生胡桃木当然纹路一定跟这不一样了，因为基本上应该算是不同的一个树种胡桃木最常见的就是北美产的胡桃木市面上其实有非常多在贩售胡桃木家具，这样子的木材边材那么多，边材的占比这么大，如果真的要把这个边材给切掉，其实我们的消耗就非常大所以一般外面市售的家具，他们都会给这种浅色的边材做染色处理把它染到很接近这个新材的颜色我会先在边材先染几次染剂之后再整个面再一起染个1-2遍凭外观就比较看不出它是一个含有边材的木种，所以基本上外面市售的你一磨开你就可以发现它就是会有边材在，这其实也是没办法，因为胡桃木的树径就是不大这就是我这学生使用胡桃木制作的作品。那介绍完这些木材，屏幕前的观众可能会想说，那我到底是如何去选择我该使用哪些木材？我基本上先决条件当然是先选喜欢的色系嘛，哪一种木材颜色跟自己的家里的装潢比较做搭配这一面木材没有说哪个好哪个坏只是每个特性都稍稍有点不一样基本上颜色越浅的木材越便宜，越深会越贵黑色啊红色的木材都会比较贵一点，然后硬度越高的木材也比较贵。我们除了选木材色系以外第二个可以选择是它的木材的纹理像有些木材的纹理就非常明显嘛像是胡桃木啊、枫木、樱桃、白杨、橡木、橙木这几个白橡这几个木材的纹理都是很明显的你如果喜欢看到木纹的表现这几种木材就很适合你。第3点，我们就考虑的是它表面的木头质感。刚才有说到白橡、红橡、橙木它表面的纹理非常的深它的春秋才非常明显，导管的感觉是摸得出来的你如果是很喜欢触摸木材、喜欢抚摸木材这种春秋分界的感觉的话，越摸越爽，越摸越爽，那你很适合喜欢这种触感的话，那我就很推荐使用红橡、白橡还有橙木这3款木种还有第4点是气味基本上这10个木材它都有专属它自己的味道可是都不是香味它都没有像香杉啊、块木啊拥有一些比较特殊的香气。对一般人来说就是木头味了。
以我常常在使用的人，我其实闻味道，我用闻的就可以分辨出这10种是什么木材，我连看都不用看。大家有興趣的話，每一個木材都買回去吸一吸。聞一聞好精神，索一索舒筋活絡，舐一舐唔會兩頭擺添㗎。嚟啊，唔好執輸啊！就是木頭味。其實它們味道都是有些微的差異。我不是在唬爛你是真的。所以如果要以氣味挑選這10種木材的話，基本上就不用考慮。當然第5點最重要的就是價格嘛。價格我剛剛都有大概講一下它的價格落在哪裡。從最便宜的白楊木一材80塊，到最貴的胡桃木一材250塊，這就相差了3倍。這都可以列入你選購木材的考慮之一。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你覺得你想支持我製作更好的影片，也可以給我個超級感謝。小額贊助我，讓我可以製作出更好的影片，但也別忘了在這支影片底下點個讚，留個言，跟我聊聊天。好，那我們就下一次見，拜。